全国数学大赛今日在江城召开，参赛选手达10万余人。压轴题爆出惊天难度，竟是无人能解的芯片数学模型。截止目前，没有考生提交最后一题答案。最后1分钟了，看来这套芯片数学模型题还是没人能做得出来啊！唉，老赵，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些中学生、大学生是不可能做出芯片数学模型的。老柳，我问你，10年了，这道芯片数学模型题，你们科研所上下近100人，有人解答出来过吗？我们的芯片技术已经被封锁太久了，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要改变也没有你这么改变的，这可是困扰芯片瓶颈多年的数学难题，全国顶尖的数学家都没有做到，你还指望这一帮学生能改变吗？老师，我要交卷。你就是那个唯一参赛的中专生吧？这可是全国数学大赛，就算你是中专生，也不能这么摆烂吧？这时间还没到，你不再检查一下试卷吗？老师，不用检查了。哼，行了，别为难他了。题这么难，一个中专生肯定1道题也答不出来。确实，题目的确有些超纲了。不过我要是你们，我会第一时间把我的答案录入运算系统。切，还运算系统？最后那1道题可是连数学研究院的天才都解不出来的芯片模型题。就是，我看他交的是白卷吧？他真的解出来了，快，马上输入运算系统进行验证。好。检测到有人提交芯片模型题答案，正在解析中。什么？有人提交答案了？老赵，你也别太激动了，我们数学研究所这么多天才的数学家都没解开的难题，就算有人提交答案了，8成也是蒙的。演算结果正确。正确，老赵，真有你的天才，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天才。赶紧查一查，他是哪所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中专生？不可能啊！一个中专生怎么会解开这道数学难题的？不管他是什么学校的，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找到他。我有个预感，他就是我们突破全球芯片封锁的关键。老师，来，很好。老师，今年全国数学大赛的最后1道题是芯片数学模型题，我做出来了。今年最后1道题竟然是关于芯片方面的，是那道困扰我们芯片领域多年的题。好啊，很好。老师，都是您当初收养我，认真教我数学，我才能够有今天。哎呀，快起来！干嘛呀？小平，记住老师跟你说的话，数学关系到很多顶尖科技领域的发展，数学强，科技强，我们才不会被人卡脖子，这样才能体现数学真正的价值。但是，千万不要像你的师兄齐强一样。齐强，您曾经的学生，现在已经出国，是米国普林斯登最年轻的数学教授。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老师，是您关于芯片数学模型的猜想完成了。真的完成了！谁拥有了它，等于会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顶尖数学家的行列。没错，3天之后，我就会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芯片数学模型不比任何人差。尊敬的各位，我这次数学的研究是芯片数学模型猜想。我举报，李想作为导师剽窃了我的研究成果。怎么这样啊？这干这个？齐强，你在说什么呀？这是我的学术论文证明。哎呀，还真是啊！什么？一点东西也没有。你竟然抢先把我的论文发到了文刊！老师，您似乎弄错了。
这就是我的数学成果，我怎么就不能发表呢？你胡说！胡说？学术论文这么严谨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胡说呢？我有证明。我能证明，这篇论文确实齐强先生3天前就发给我了。你说什么？没想到李想，堂堂一个数学教授，居然是这种人，连自己学生的论文都剽窃。他就不配出现在这次普林斯登数学大会上。对，李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普林斯登大会不会欢迎剽窃者的。保安，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是在诬陷我！你们是在诬陷我！齐强，放开我！齐强，走！齐强，那是我的研究成果，那是我的研究成果。sin 阿尔法乘以 cos 贝塔等于1/2乘以 sin 阿尔法加贝塔加 sin 阿尔法减贝塔。cos 阿尔法乘 sin 贝塔等于1/2乘以。小朋友，这些都是你写的？你很喜欢数学吗？是的，我没有爸爸妈妈，只有这些数字能陪伴我，让我开心。我和你一样，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下数学了。以后我教你数学怎么样？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平。王平，以后你就是叔叔生命和数学的延续。老师，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会用全国数学大赛的成绩为您证明。不用为我证明，你要记住老师说的话，让数学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再说，我也不希望你惹麻烦。恭喜我市涟水中专王平同学成功解开芯片数学模型题，成为全国数学大赛初赛第1名。第1名，王平，江城中专。指导老师李想。老师，你是还想再教一个学生来帮你翻身吗？你放心，你永远都翻不了身。现在很多人都怀疑我们大赛的权威性，怀疑王平是被我们大赛包装出来的天才选手，所有人都要求马上组织重赛。那就尽快组织复赛，采用评委现场评分、全网现场直播的方式。我也想看看这个中专生到底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天才。中专生数学天才作弊作假，大赛公平性遭到质疑。王平，王平，老师，你参加全国数学大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主任，出什么事儿了？出大事了！现在全网都在议论他参加数学比赛作弊的事儿。哎，你们干什么？王平同学，网上都在质疑你的比赛成绩作假，对此事你怎么看？组里因为你举办了复赛，你到时候会参加吗？放心，比赛我会参加的。至于那些质疑我实力的人，我会在比赛之中让他们看到我的实力。喂，你好，我是普林斯登数学系齐强，我对本次数学大赛的复赛很感兴趣，我想以我的资格，应该够担任你们的评委。好，我很荣幸，也很期待。老师，我还有点期待我们的再次见面了。今年全国数学大赛复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台将为大家进行持续报道。据悉，本次复赛不仅邀请了全国顶级数学家，并且还邀请了米国普林斯登大学的顶级数学泰斗作为裁判。小平，一会儿进去比赛，一定要用心。老师，放心吧。走。老师，好久不见。齐强，你就是齐强？这个就是我那位中专生小师弟吧？
看来老师经常在你面前提起我呀。卑鄙无耻！我卑鄙无耻？我想你要弄清楚，当年剽窃他人数学成果的不是我，而是他。老师啊，我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数学泰斗了，而您，我听说在一所中专里面当体育老师，还真适合你啊。齐强，你没有资格叫我老师。李想，想靠这个中专生逆风翻盘吗？我告诉你，你永远都翻不了身。对了，忘了告诉你，我是本次大赛特邀的评委，待会儿期待你的表现，我的师弟。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全国数学大赛复赛的比赛现场。第一位评委老师是来自江城大学的数学教授韦东老师，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来自北方大学的钱进教授，第三位评委老师，他就是国际知名的数学泰斗，芯片数学模型猜想的提出者齐强教授。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老师，我一定会用您学生的名义为您证明，为数学证明。现在比赛正式开始，有请2位参赛的选手上台。这就是你们江城的数学水平，还真是有些让我失望。齐教授，你有可能不知道，我们江城可还有一位数学天才呢。你是说那个号称解开了芯片数学模型的中专生？我可不相信是他自己做的。那就让我看看你们所谓的数学天才到底是庸才还是天才。李想，这一次我会让你彻底身败名裂，永远都不可能踏入数学领域半步。至于你，王平，就只能怪你的命不好了。答题失败。答题失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江城中专的数学天才王平。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把冠军给你拿回来。大家好，我是王平。加油啊，孩子，去证明你自己。这就是你们江城的数学天才，看来你们江城的数学真是烂到家了，居然吹捧出一个月考成绩只有83分的中专生成为天才。就是，这居然是个中专生啊！能是？如果真的是什么？王平的月考成绩只有83分？这怎么可能？一个这样成绩的人是根本解不出这道数学难题的。你们江城中专不是在骗人吗？这件事情必须调查清楚。王平，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凭你的月考成绩是怎么解出那道困扰数学界多年的难题？还是说有人在帮你作弊啊？王平，我知道你需要钱给你老师买药，这样，我出学费和生活费，但你必须保证数学考试每次都不能超过我。好，我答应你，以后每个月的月考成绩只会考83分，只要你高于这个分数，你就是全校第一。一言为定。王平同学，不要紧张，实话实说就好。我的月考成绩确实只有83分。好，继续往下说。那是谁帮你解的这道题呢？但是我建议你去查一查近3年来我的成绩单，每次的月考成绩都是83分。马上调取下王平的月考成绩。哎呦，全都是83分，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真的是，每个月的月考成绩都是83分，这明显是在控分啊！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我教了这么多年数学，还头一次见到控分控得如此精准的学生。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今天我会让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数学，而且今天也会教你怎么做一个人。看来你的确非常有实力，不愧是我的同门师弟呀！什么？王平是你的同门师弟？没想到这个中专生竟然和普林斯顿的数学泰斗是同门师弟，难怪他这么厉害。的确是同门师弟，而且今天呀，我的老师他也来了。什么？他不是几年前想要剽窃自己学生的数学成果，但最终又被当众拆穿的那个李想？没错，当年险些被窃取数学成果的那个学生，就是齐强。什么？偷窃他人成果的人还有脸来这儿？就是这种人最可恨了。老师，你好啊。齐强，老师，当年的事情我早就不在意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还是不甘平凡呢。你什么意思？每个数学人都想轰动数学界，这我能理解，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窃取我的数学成果，更不该在失败以后还替你的学生答题，在数学大赛上作弊。你没想到王平的老师居然是李想。李想当年可是主攻芯片数学模型的数学教授，虽然因为剽窃学生成果未遂，但以他的实力，能够破解芯片数学模型的第一题，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个中专生王平，难道不是什么数学天才，根本无法帮我们解决芯片问题吗？难怪一个中专生能做出如此难度的数学模型题，原来是有人帮他作弊。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真是数学界的耻辱败类。让他滚出数学大赛，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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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老师，这个场面还真是让我触景生情啊！你们这是诬陷，我们没有作弊。老师，清者自清，我会用实力证明，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您都是清白的。用实力证明？你一个中专生，连高中都没考上，还用什么实力证明？是不是？我代表华清大学数学系，强烈要求王平必须退赛，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其他参赛选手的公平。我们这些名牌大学的数学高材生都做不出来这道题，他一个中专生能解出来，你们信吗？不是，不是。我公开质疑王平考试成绩作假。我们37名参赛博士、硕士生联名公开质疑王平考试成绩作假。作弊作假！惊爆！数学大赛初赛第1名天才中专生被37名博士生质疑，成绩作假，天才还是笑话？数学老师帮助学生作弊，数学大赛公平性遭到质疑。退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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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王平的成绩没有作假，我们没有作弊。退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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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小平，都是老师连累了你。老师，如果当时不是您，我可能早就饿死在街头了，更别提爱上数学。我说过，今天我要用数学证明我自己，同时也要给老师你证明。考试系统，请帮我调取芯片数学难题的第2道大题。芯片数学模型3大难题第2道，难度增加100倍。今天便由我来解开这第2道题。今天便由我来解开这第2道题。他在说什么大话？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这么多年困扰我们芯片发展的3道数学模型题，
是全世界所有的数学家完善芯片共同创造出来的3道题，一题比一题难。如果说第一道题一个教授团队要经过几10年的研究才能得出答案，那么第2道题就是难倒我国所有数学家的天堑。芯片数学模型的第1题就足以让我们造出普通的芯片模型，但是第2题却可以使我国的芯片完成技术跃进，就连国外的数学家们也不过是在今年才刚刚完成的解题，难度远超100倍。王平，如果你真的能解出这第2道题，那你还真是为了突破芯片封锁做出了巨大贡献呢。他以为这个芯片数学模型题是简单的数学题吧？真是可笑。我曾经看到过顶尖的数学团队攻克第2道题，攻克了整整3年都没有成功。第2题已经不是一道普通的模拟题了，需要一个人对数论、拓扑数学、数模3大数学理论全都有顶尖登峰的造诣，才有机会攻克。做不做得出贡献是我们的事，似乎跟你这个喜欢金钱地位、帮别人做事的外国数学大教授没有太大的关系吧？你说什么？怎么，题库里没有第2道题吗？这个我需要跟组委会沟通一下。不用沟通，就让我这个小师弟试试，我倒要看看他的数学能力到底有多高，还是在这里沽名钓誉。可是这个不符合组委会的规矩啊。我的话就是规矩，出了任何问题我来负责，给他出题。把第2题找出来。芯片数学模型的第2道题，居然是哥德巴赫猜想。大家都知道，这数学题越短，字数越少，就说明这道题的难度越高。这是数论和数模的融合猜想，只有完成这个猜想，才能解决困扰我国芯片多年的第2题。王平，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哥德巴赫猜想，目前全世界只有2个人能证明出来。此前，我国的数学泰斗陈教授一直致力于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直到去世也没能证明出来。你又凭什么？放心，我很快就会成为第3个人。王平，你还是太嫩了，别说你，就连我都解不出这道题。只要你做不出这道题，你和理想就会彻底的永无翻身之日。你说王平能解开第2题吗？第2题你我都尝试过了，甚至当时汇集了全国顶级数学人才齐聚一堂，共同攻克此题，可以仅仅推进到了一半而已。那这么说，王平解不开第2题了？等等，他开始解题了。行不行啊？到底会不会啊你？就是啊，刚才不是很厉害吗？说自己会成为第3个成功突破哥德巴赫猜想的人。老师，我现在还真有点期待你这个学生，敢当着整个数学界的人说要成为数学界的第3人，还真有点您当年的风格呀。不过我看他现在这样，好像没什么头绪啊。小平，别太勉强自己。王平，你要是答不出来，我们都能理解。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拿我们在座的当猴耍吗？表演正式开始。他真的能解出来？不可能，这种题目当年严国最顶级的数学家都没法攻破，他怎么可能会攻破？我看他就是在哗众取宠。齐教授可是数学界的权威，齐教授说他做不到，他就一定做不到。小师弟，你不要再演了，你的演算过程漏洞百出，再这样下去，可就不是欺骗数学界的问题了，而是诈骗。齐教授这么紧张做什么？我紧张什么？我就是提醒你。提醒？这么好心？好啊，当年老师把数学论文发给你，你却抢先他一步发表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好心？你胡说什么？你们不都觉得我做不出来这道题吗？
不都在质疑我的考试成绩是老师泄题给我的吗？今天我就要给老师证明，是老师将我养大，教我数学。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老师的学生，能够成为燕国创造数学历史的学生。他写的这些公式跟我们当年推算的公式过程一样，会不会有人给他提前泄题了？不可能，我们当时推算的公式都被列入了保密条款，任何人不得外泄。他这是要完成解题了。走，我们去现场见证历史。好。解答完成。他真的能解出来？他真的能正确解答？不可能！李想一定是李想搞的鬼，他想报当年的仇，夺走我的一切。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奋斗来的，你们谁都别想抢走！这难道困扰我们数学家这么多年的第二道题，真的就被一个中专生给解答出来了？小平，好样的！小朋友，这些都是你写的吗？你很喜欢数学吗？是的，我没有爸爸妈妈，只有这些数字能陪伴我，让我开心。我和你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下数学了。以后，我来教你数学怎么样？好啊！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平。王平。以后，你就是叔叔生命和数学的延续。小平，你做到了。刚才你们质疑我，我不在乎，但是你们不能污蔑我的老师。我已经做出来第二道题了，现在我要刚才所有污蔑我老师的人给他道歉。笑话，给他道歉？那你也得证明你第二题的答案是正确的才行。就是，谁能证明你写的这个公式第二题答案是正确的？谁知道是不是你瞎写的？真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狂妄之辈！我能保证第二道题的答案是正确的。你能证明？笑话！你以为你是像齐教授这样的学术泰斗啊？这件事儿是需要考量一下，毕竟数学芯片第二道难题，当年燕国的所有顶级数学家一起攻克过，耗时1年半，最后在验证阶段还是失败了。你一个中专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解答，这本来就不太正常。齐强，当年的事儿，我早就不在乎了，但今天这道题关乎我们芯片的发展。我绝对不会让你在这里颠倒是非。等等，你们有没有发现，王平所用的数学公式是燕国数学院的保密公式？韦教授这么一说，这好像真的是燕国数学院当年的保密公式。我当时有幸参阅过一回，记忆比较深刻。保密院的公式和王平的公式确实有相似之处。齐教授，你的意思是王平的公式是抄的数学院的保密公式？我可没这么说啊！我们不错怪一个好人，但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我想起来了，当年数学院解答第二题的时候，我老师李想也参与了。齐强，你不要血口喷人，当年我根本就没有参与。老师，当年你连我的论文都剽窃，偷公式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啊。你胡说八道！这可涉及到保密公式，就应该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报警。好，抓起来，保安！你们干什么？老师，我老师没有剽窃，这套公式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老师，这套公式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跟我老师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们要质疑我，就拿出证据来。你摸索出来的？你一个中专生能摸索出燕国数学院的保密公式？小师弟，我劝你实话实说，我还能帮你求求情。齐强，你这个伪君子，只会用这些歪门邪道的手段。小师弟啊，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现状，你觉得两位评委老师相信我还是相信你？韦教授、钱教授，你们相信他吗？你看，两位评委老师都不相信你，我也没想到你跟我老师啥也没学会，撒谎的本事倒是学了个精髓。
看在你是我小师弟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承认是李想把这个保密公式给你，我就帮你求情，只要你退赛就好了。你在颠倒是非，我为什么要承认？那我就没办法了。韦教授，这是你们江城的事，自己处理吧，我就不参与了。那就报警吧。不能报警！你们无凭无据，凭什么颠倒黑白？李想，你还以为你是当年那个名牌大学的教授？你现在只是一个中专的教师，你有什么资格质疑像齐教授这样的学术泰斗？只要我今天不死，我就不允许你们污蔑我的学生。你放开我，齐翔，走。李想、王平，你们谁也赢不了我，我才是数学泰斗，我才是公认的天才，而你们什么都不是。老师，都给我停手！都给我停手！两位教授，你们来了。两位教授，你们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我要再不过来，我们的数学天才就被你们赶走了。快，松开他！老师，没事吧？没事。你们是谁？这位是本次全国数学大赛的总负责人赵德教授。旁边这位是延国芯片研究所的总负责人柳帆教授，当初主导攻克芯片数学模型第2道题的就是这2位。赵德教授，2位教授，你们来的正好。李想他未经同意擅自泄露数学院的保密公式，给一个中专生，这是严重违规行为。赵教授，你们可以看一下王平的答案，跟你们当年推导出来的公式十分相似。我们当年确实尝试过攻克第2题，可第2题是数学界排名第1的猜想难题。我们当年推算出的公式，制造出芯片的成功率只有30%，所以最后不得不放弃。等一下，老柳，王平的公式跟我们之前的公式非常相似，而且推算的比我们要更进一步。我能保证，用我的公式进行应用，芯片成功率至少有70%。什么？70%？真是后生可畏啊！好，既然师弟这么有信心，不然试一试，给大家看看。李强，你难道不知道吗？数学芯片公式的应用证明是需要庞大的算力才能实现的。以往我们的公式证明都是在研究室中依靠巨大的计算机才能够实现。今天这里所有的计算机算力加在一起，也勉强才能够计算到10%。赵教授，我只记得我们最初的目标是要制造芯片，而不是一个数学猜想。如果说这样一个公式不能制造芯片的话，那不就等于是死公式吗？你这是强词夺理！我愿意进行测试。王平，一旦测试失败，那就代表你和你的老师所有的数学成果都是错的。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某人说的对，我们研究数学不仅仅是为了数学猜想，而是应用于芯片的发展之中。那就用事实来说话。我同意，我们的愿望不就是要突破西方对我们的芯片封锁吗？所以我同意本次测试。如果一旦成功，那我们延国的芯片技术将跃居世界第1。可是，而且我相信这个年轻人。既然如此，我也陪你们闹一场。我去申请全程算力来支持公式的应用证明。什么？全程的算力？这一旦失败，将会导致全城的计算机系统崩溃，还会直接影响到全城600万人的生产生活，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亿呀！没错，王平，你一个学生，你承担起这个责任吗？这次的责任我来承担。老师，小平，老师这一辈子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了，但是你是我的希望，更是数学界的希望。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勇往直前，勇攀数学高峰。你来承担？笑话！李想，现在的你拿什么来承担？如果算上我呢？我以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全国数学大赛负责人的身份，担保此次全程算力的使用。再算上我以全国芯片研发中心主任的身份，
担保本次全程算力的使用。谢谢你们。王平、李想，这一次可是调用了全城的算力，只要失败，你王平、你李想就是整个江城的罪人，一辈子都无法翻身。喂，我是柳帆，我申请调用全程算力支持，制造研发最新芯片。我已经向上级申请调用全程算力支持。王平，我再问你一遍，你真的要进行芯片的适配测试吗？我确定。好，10分钟之后，全程的算力都会被调用到你面前的这台电脑之上。江城的市民朋友们，我们研国芯片研发遇到了困难，现在急需大量的算力来验证数学猜想与芯片的适配度。如果您同意我们使用您的设备算力，请点击确认。我代表芯片研究所全体员工向您表示感谢。燕国被国外芯片卡脖子卡了这么久，只要能造出芯片，手机算力算什么？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会议暂停，所有人支持我们燕国芯片的创新。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敌军还有30分。哎，你可看这儿？对啊，怎么回事啊？哦，对，我得同意，这必须得同意。算力差不多了，王平，你可以开始了。等等，算力还在涨，接近100%了。不光是全城的算力被调过来了，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支持我们。好啊！算力充足，可以运算。我是不会辜负大家期望的。加油啊！加油！成功啊！一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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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被卡脖子！加油！加油啊！希望！加油啊！加油！适配完成，成功研发芯片概率100%。恭喜燕国完成龙芯研发，突破全球芯片封锁。成功了，真的成功了！我们终于突破国外的芯片垄断，即将拥有我们自己的芯片了！太好了！王平，谢谢你，你不但延续了老师的生命，更完成了我的数学梦想。恭喜燕国完成龙芯研发，突破全球芯片封锁。不可能！七强，芯片已经造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可是普林斯登的大学教授，数学界的泰斗人物，跟我比，你们算什么东西？10年前，你窃取我老师关于数学芯片的论文发表，而如今还要用同样的方式过来算计我，很可惜，你失败了。七强，我要求你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给老师道歉，并且让你亲口承认当年的论文是你剽窃老师的。你说我剽窃了李想的论文，你有证据吗？我有。李想，你敢捏造事实？你可知道污蔑普林斯登大学教授的后果？当年你来找我，
拿走我数学成果文件时，走廊里是有摄像头的。不可能，当时的录像我明明已经删除了。我知道你花钱删除了录像，但是你不知道，天网恢恢，摄像是有备份的。不可能，不可能！老师之所以一直没有把这份录像公布，就是想让你有一个幡然醒悟的机会。可你呢，却一次又一次的陷害老师。齐强，你根本不配做一个人，你怎么能登上数学的大雅之堂呢？老师，我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容易，你放我一马，我一定想办法补偿你。老师在上，我齐强定会认真跟随老师学习，成为老师的骄傲。好，你的论文被我用了，是你的荣幸。这个钱就当买你的论文了。原谅，当年你对我做的事，我早就不在乎了。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又来诬陷王平。难怪一直看不见齐强发表论文了，原来是根本没这个能力啊！这种学术造假的人，我最恨，简直是我们数学界的耻辱，建议将他从数学界彻底封杀。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可是普林斯顿的大学教授，数学界的泰斗人物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啊？齐强，我说过，当年你欠我老师的，现如今我让你加倍的奉还回来。王平同学，我们错了，我们也是听了齐强的蛊惑，所以才会污蔑你的。你们，齐强，你涉嫌学术造假，我代表严国数学协会正式将你除名。李想，王平，你以为你们就赢了吗？什么狗屁严国数学协会，我根本就不在乎。我的老师可是世界协会的会长，他马上就到。世界数学协会会长难道是我？老师，师兄，齐强，你太让我失望了。老师，刚才他们研究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实现了芯片的进步。我已经把所有的过程和公式全部复制下来了。你们这种数学贫瘠的地方，还会有人解出哥德巴赫猜想？齐强，你在干什么？王平证明出的哥德巴赫猜想过程，可是我们数学界和芯片研究的关键，你竟然敢轻易交给别人？那又怎么样？我早就不是严国人了。你要以你们严国的法律来约束我这个外国人吗？你们这些严国人真是可笑，不会以为真的我们在意你们解开的哥德巴赫猜想吧？我的老师约翰先生已经将芯片数学模型第3题推进到了最后一步，只需要最后的验证就能完成证明。这不可能！芯片数学模型第3题可是涉及到了3体运行模型和2向箔技术，需要证明3维空间可以压缩进2维空间，完成质的飞跃。你们怎么可能证明出来？哦，你真是少见多怪啊！哥德巴赫猜想在10年前被我老师证明出来了，让我们的芯片技术遥遥领先你们。现在我老师即将证明第3题，你们数学和芯片技术都只会被我们压着。那可是限制芯片技术发展的难以解决的难题啊！3体运算模型中的2向箔问题所涉及到的数学公式是4色猜想，如果能够得到证明，将足以改变整个世界。不是说这种猜想近100年来没有人能证明出来吗？如果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所有数学人的理想，那4色猜想就是所有数学人的梦想。我今天来这里，正好借助你们的全网直播，告诉你们所有人，你们的数学和芯片技术永远不可能突破封锁。那我也告诉你，我们严国的数学和芯片技术已经不弱于全世界，而且你们能做到的，我们只会比你们做得更好。我们只会比你们做得更好。说得好，自古以来，我们就从来没有弱于他人这么一说。你们的欺压和封锁，只是催动我们成长的助燃剂罢了。
那这么说，你们是想靠王平来解决这3题吗？别搞笑了，王平能解出来第2题，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这数学模型芯片的第3题，可是4色猜想，涉及到了数学、物理学，他一个小小的中专生能解出来吗？王平的数学天赋虽然很高，但毕竟还远远达不到解决3体运算模型和2项模的能力啊。是啊，是啊，谁说我不会数学物理学的？啊！哟，那还真会啊！就是你还教了王平数学物理学？没有啊，这中专也没有数学物理学的课程啊。应该是这孩子自学的吧？真是大言不惭，一个小小的中专生竟敢说自己会数学、物理学。边国人就是喜欢吹牛，我们随便一个数学、物理学的题，他都做不出来。真没有想到，你们燕国数学界越来越差劲了，居然只能让一个中专生来代表了吗？你的第3道题不是还没被解开吗？那我就比你先解开。你的第3道题不是还没被解开吗？那我就比你先解开。切，你很有胆量，但是你过于自大了。都不用老师出手，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你。你还不够资格。阿甘，我即将解开梅森素数猜想。他们说你能解开哥德巴赫猜想，那我们就来比试一下，看谁先解开梅森素数猜想。我要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证明，你们的数学有多么的落后。真太难了呀！梅森素数猜想难度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王平现在毕竟只是个中专生，接触数学的时间还太短了。一旦失败，那我们燕国数学界的声誉将受到重大的损失。我更担心会影响到他的自信心，今后在数学之路上很难再进。既然你能解开哥德巴赫猜想，那梅森的素数对你来说很简单了吧？就让我这位弟子跟你们最大的天才来一个比赛吧。王平，他们这是在用激将法，数学对决一旦失败，会对你的自信心造成致命的影响，你将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这个阴影，今后的数学之路会寸步难行啊！数学对战是堪比擂台的生死战，一旦失败，自信心受损，终身难以再精进。孩子，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未来的人生和路还很长。老师，我有信心，不但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您对数学的追求，更是为了突破他们对杨国数学和芯片的封锁。所以这一战必须战。所以这一战我必须战。王平，你害我在数学界丢失了一切，这一次我要看着你一点一点的被毁掉。铁强，你这个杨国数学界的败类，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够了，就让我们比赛开始吧。什么？这太不要脸了！这都已经快解到最后一步了，王平现在根本就没有准备啊！这场比试对王平不公平。比赛已经开始了，谁也不能更改。对决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只能选择相信王平，否则他们一定会大力宣扬，抹黑我们杨国的数学界。孩子，你在数学上的造诣已经超过了老师，老师现在能做的只有给你加油了。小子，没想到吧？我花了整整10年计算，现在距离最后的演算差1步了。我只需要1个小时就能完成演算。我要在全世界数学人的瞩目下，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数学家。1个小时吗？足够证明。你是在为我庆祝吗？等我攀上了数学的顶峰，我会留下你的名字。我说的是1个小时之内足够保证。What？ 你在说什么？我没听错吧？在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1小时证明梅森数学素数？你以为你是谁？数学之神？我确实说错了，不是1小时。别说1小时，我就是给你10年、20年，你也做不出来。我的意思是，1小时时间太短，1分钟之内做不出来。
算我输。1小时时间太久，1分钟之内做不出来，算我输。1分钟。这王平还是太年轻、太莽撞了，怎么能说1分钟呢？完了，这下输了，面对米国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你眼中的数学猜想难题梅森素数，在我眼中不过只是用来解开哥德巴赫猜想钥匙而已。哎，老赵啊，王平年轻冲动，哎呀，我们真不应该跟他闹这一场啊！别叹气了，快看大屏幕。他是要解出来了吗？啊！不可能，不可能！该死，快点解体，快点解体！你真的揭开了？你还没开始吗？不好意思，我已经解出来了。你一定是在胡扯！我花了整整10年时间才走到的这一步，你怎么可能1分钟就揭开了？就算你能揭开哥德巴赫猜想，也不可能做到。你做不到，不代表其他人做不到。解开了，真的解开了，真是太争气了！太厉害了，好样的！好样的！不可能，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的！别找了，我这套公式是最适合证明梅森素数的。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最正确的公式？我不服！我用了我们严国数学泰斗周老师的周式测算进行反推，证明了这套公式。所以，我们严国数学界不亚于任何数学界。正是老一代薪火传承，才有我们当代数学家的今天。废物，真是废物！汤普森，你上去把他打败。放心吧，老师，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有趣的对手了。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点惊喜。好啊，那我就多给你点惊喜。王平，我没事。经过连续高强度的解题，王平已经付出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再这样比下去不公平。约翰，你这是公然违背数学协会的规定。按照规定，数学家1个月不能被挑战2次。你说的对，但是我现在是世界数学协会会长，我每年都有权利指定2名数学家去进行对决，所以今天我就是要用这个特权。你太无耻了！这个中专生不是你们的天才吗？那他如果真的是能打败汤普森的话，那不是1月就会变成全世界最有名的天才吗？我还不是为了你们严国着想了吗？你连续高强度的对决，我担心小平的脑力和体力会承受不住啊！现在这个情况还不是最危急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王平啊！老李，你也不希望王平退赛吧？我不希望我们的数学界丢脸，但我更不想王平以损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想要维护脸面，使我们严国的数学界脸上有光，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呐。其实我知道王平不会放弃的，他一定会战到最后，因为数学就是他的一切。既然你们想比，那就继续比。但无论怎样，我们严国的数学都将奉陪到底。我们2个比试很简单，刚你不是证明了梅森素数吗？那现在就看看谁先找到新的梅森素数。梅森素数，
那可是全球几十万数学家都在寻找的数字，甚至国外还动用了215万超算处理器去寻找，可全世界只有51个素数。素数到底有什么作用啊？素数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你可以把人类社会想象成一个下坠的物体，那素数就是它的支点。找到一个新的素数，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对于科研的进步，价值不可估量啊！老师们，这次的寻找难度这么大，王平能找到吗？如果王平能找到一个新的素数，那么燕国的芯片技术将会迅速崛起，燕国的其他科技也将会领先于全世界。到那时，我们就不会再受外国的欺压和围堵了。约翰老师，这个梅森素数寻找难度极高，汤姆森能找出来吗？这次燕国数学必败，他们芯片技术也永远都别想追上世界领先水平。看来老师早有准备。是的，3年前我把哥德巴赫猜想里面找到的半个梅森数数都告诉了汤姆森。3年过去，汤姆森已经很完善了。那这一次，王平必败。王平，这一次不但要看你身败名裂，还要让整个燕国数学界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我可不会像藤野一拳那样轻敌，我会全力以赴，将你们燕国的骄傲踩进土里，让你们所有人知道我们米国数学的厉害。从今天起，你们再也别想封锁我们燕国数学和芯片的发展。你以为你能挡得住我吗？实话告诉你们，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梅森数数，就存在这个 U 盘之中。只要我将 U 盘放入电脑之中，就必败无疑。就一个？你这种出生于数学贫瘠土地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梅森新素数的伟大和找出一个梅森素数的困难。每一个梅森新素数的诞生，都会伴随着一次科技的动荡大发展。这就是我研究出来的全新素数，编号351。他居然做出了梅森素数，那王平岂不是必败无疑了？完了，王平怎么可能找到2个以上全新素数啊？卑鄙！你们太卑鄙了，竟然提前找到了一个梅森素数。老师，你这手高啊，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就算是再天才，没有时间也等于没有办法。今天我来就是要将燕国的数学彻底打压，我们米国的数学才是最强的。你已经没有时间了，这场比赛我已经赢了。谁说你赢了？谁说你赢了？不好意思，我的2个素数好像都比你的靠前。太好了，王平不愧是我燕国的数学之光啊！不可能，不可能！我都是靠我老师的四色猜想，花了整整3年才勉强完成了新的数数。你怎么可能都不需要公式直接找到2个？你一定是蒙的。我也怀疑他是蒙的，他怎么可能找得出2个素数，还是这么靠前的？蒙？你自己难道不知道一个素数的诞生需要另一个素数的猜想作为支撑吗？那你也只有一个周氏猜想的新素数，怎么可能拿出2个？我们2个顶多是一个平手。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儿？刚才我打败齐强用的就是素数猜想，所以我正好有2个素数。我不会失败的，不！你的2个得意弟子现在都被我打败了，现在该轮到我向你发起挑战。当年你联合齐强诬陷我老师的仇，现在也都一并报了。挑战我，以为击败了我2个弟子，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不是快要研究出四色猜想了吗？那我就比你更快的证明它。你以为四色猜想这么容易被证明吗？那可是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难的猜想。我想彻底证明四色猜想，都至少还需要1年。我不需要1年，我只需要1个小时，足矣。哼，你别说大话了，1个小时，你连写公式的时间都不够。
你该不会是想借助这里的算力完成猜想吧？别做梦了！四色猜想对于处理器算力的要求至少5000万算力，运算整整1年。就算你们整个江城的算力加起来，也不过是9牛1毛。那如果我运用的是三体运算模型和二向箔技术呢 ？What？ 你说什么？三体运算模型和二向箔技术？将四色猜想的算力从3维压缩到2维，那么只需要5000算力就足够。这台笔记本足够。关于三体运算模型，目前仅仅存在于数学界的构想中。如果真能完成，那可是要领先世界100年的。老赵，看来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能改变我们数学和芯片发展困局的那个天才了。从3维压缩到2维，你是疯了吗？现在全世界的技术算力压缩，仅只能压缩10倍而已，而且储存对芯片需求更高。你们研国有这种芯片吗？现在就有。去吧。不好，是算力不足。我说过了吧，你们的设备不足以支撑3体运算模型来证明四色猜想。全城、全省、全国算力支持。这就是光子级芯片，领先你们100年。就这一枚小小的芯片，足以让燕国所有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你们不行，不代表我们不行。太厉害了！太好了！是啊！老师，我做到了。你成功了，做到了老师都没做到的事情，老师为你骄傲。王品先生，我代表世界数学协会和米国向你发出邀请，只要你来我们米国，我们能给你想要的一切，让你得到充足的尊重。这怎么办？王平不会被挖走吧？不着急，先看看再说。你知道你现在站在哪儿吗？在地面上。怎么了？你站在了一个生我养我18年的土地上。为了他，我可以放下一切。你现在居然让我抛弃他，我送你2个字：做梦。等着瞧吧。老师，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做到了，老师，我终于做到了！小平，你做到了！我觉得这次复赛就不用再比下去了。一个能够解开哥德巴赫猜想和四色猜想的数学天才，其他同学又怎么比得过呢？如果他拿不到冠军，那谁又能拿到冠军呢？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老师，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我是冠军了，老师，我是冠军了。好的。老柳，发生什么事儿了？刚才米国解开了高斯猜想，并要在10分钟之后向全球发布。什么？
高斯猜想不是被誉为无数猜想的拓扑数学吗？怎么可能被米国证明了？刚才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求我们在10分钟之内解开高斯猜想。10分钟？这根本不可能啊！你们想10分钟解开高斯猜想，简直是痴人说梦。就算你们解开了哥德巴赫猜想又怎么样？高斯猜想可是比哥德巴赫猜想难度系数更高。我们米国数学才是最强的。老师，我们已经有了哥德巴赫猜想了，可以研究出光子级芯片了。为什么要怕他们？一个数学猜想而已。哥德巴赫猜想明面上是世界数学的最高难题榜首，但实际上高斯猜想才是数学最高难题。如果说哥德巴赫猜想是造出光子级芯片的基础，但是一旦解清了高斯猜想，我们的武器装备就会从现代化转入科技化。到时候你看过的科幻电影里，镭射炮、激光枪都会造出来。王平，你有信心在10分钟之内解开高斯猜想吗？我有信心。10分钟？你真把自己当绝世天才了？像我这种苦研数学几十年的数学家，都不敢保证自己数学是全能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数论的巅峰难题，那么高斯猜想就是拓扑的巅峰数学题。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会数论和拓扑的。你们不行，不代表我不行。你们只有10分钟了。不对，现在只有9分钟。9分钟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约翰老师，9分钟的时间，就算是高斯本人来了也没有办法吧？当然了，你们还有机会，那就是向我们道歉，承认我们米国才是数学最强的。许晴，你给我闭嘴！我们燕国数学并不比你们差，而且我们还有王平在。小平，老师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放手去做吧。老师，我一定会做到的。王平，现在可是全网直播，你要是解不出来高斯猜想，你做的那一切也都只是浮云而已。齐强，你们米国数学就做好被我们燕国数学超越的准备吧。刘教授，可以传输题目了。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全世界只有我们燕国数学才是第一。好。传输速度怎么这么慢？老柳，你们是怎么做事的？题目传输过来，黄花菜都凉了。我打电话问问。你们传输一个题目都要5分钟，是打算用4分钟来做出高斯猜想吗？完了，这一次真的完了。本来时间就不够，传输题目还要5分钟，天要亡我们数学呀！约翰老师，这次他们绝对再也追不上我们了。没错，就算是高斯本人来了，这个时间也不够看题目的。查清楚原因了，是因为计算光子级芯片导致整个江城的算力不足了，所以导致题目传输这么慢。技术部已经进行抢修了，但最多只能抢回来1分钟，也就是说，留给王平答题时间只有5分钟。对。王平，这次是我们对不起你，如果解不出来，一切责任我来担。赵教授，相信我，我们不会败的。赵教授，相信我，我们不会败的。不会败？是谁给你的勇气说出这句话的？你今天要是能解得出来，我跪下给你磕头叫爷爷。王平，我是看好你的天赋，但你是数论天才，拓扑学你根本不懂。数论和拓扑是不可能共存在一人身上的，你不可能会成功的。对啊，拓扑跟数论联系很少，属于数学分类的2大学科。难道我们数学永远要居于米国之下吗？你说的没错，普通的天才无法把数论和拓扑结合在一起，但王平肯定能做到。李想，我看你是魔怔了吧？今天他要是解不出来，
会遭受全世界的唾弃，到时候你就是罪人。就算他失败了，还有我这个老师给他背负骂名。你们所有的付出，都只是在自我安慰罢了。这个世界只会承认登顶的人，而从不会在乎有多少攀登最高峰。题目传输完成，开始了。王平，你现在就是强弩之末，你根本就解不开的。拓扑和数论模型有很深的关系，两者都是靠模型来解题，只不过两者的展现方式不同。哼，你就自欺欺人吧！高斯猜想怎么可能跟数论一样？你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而已。当我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后，我就发现世界上所有的数学其实都是一样的，万根同源，只不过是你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进行合并，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拆开来证明的。王平，你解不开这一题，说破天也没有用。我提醒你一句，你只有2分钟了。王平怎么突然写出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公式？这个公式什么意思？老赵，你懂吗？这王平不是要自暴自弃了吗？哎呀，完了完了！还剩50秒，已经不可能完成了。王平，你自己解不出来，胡编造一个公式是干嘛呀？你以为你是高斯啊？这就是高斯猜想的证明公式。这就是高斯猜想的证明公式。这就是高斯猜想的证明公式？你搞笑呢？你见过什么数学题只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解开的？你这已经不尊重数学了。数学的魅力就在于用一个个数字征服难题，而不是像你这样自编自造一个假公式。假公式？你自己套题进去看看。这是恒等公式，万数皆可用。这公式不仅仅是这样，好像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完美的公式呢？我承认你们这个公式很厉害，属于完美公式，但是并不能证明高斯猜想，所以你们失败了。如果这个公式都不能证明高斯猜想，那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证明。刚才米国当着全世界的面演算公式的时候，出现了致命的错误，验证失败了。就算我们失败了，但是你们也不可能成功。那就让全世界来见证我们的验算吧。1代表自然，这是神迹吗？天哪！解开了，真的解开了，这都是假的。2圆周率代表了无限。I 虚数单位代表了想象。1数字1代表了起点。0数字0代表了终点。怪物，王斌简直是怪物！
这道公式可以说是一把万能钥匙，能解开一切数学题。我们还是低估了王平的天赋。乘法代表结合，指数代表加成，加法代表累计，等号代表统一。大自然充满无限想象，但最后都会归于终点。这世界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天才呢？你们失败了，也该接受原有的惩罚。小平，你的欧拉公式帮助燕国突破了科技封锁，但是这次数学世界大赛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狮子搏兔，义用全力。放心吧，老师，我一定再拿一个世界冠军回来。好。出发吧。